小姐，老爷和夫人在前厅都哭晕过去了。听说那镇国大将军身高9尺，力大如牛，满脸伤疤，奇丑无比。最可怕的是，他娶的那几任夫人，成亲当晚都暴毙了呀！我不嫁给他，所以这个亲我不结。小姐，爹爹只是个小小的户部侍郎，根本保不住我。若被抓回去，下场必然凄惨。回去是死，干脆出京。赵文书，识字吗？识得几个。行，算你一个，赶紧入列出城。楚钦，你过来。将军，这是新招的文书，认识几个字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叫什么名字？楚钦。身板干巴巴的，体质不怎么样，先留着吧。楚钦，你过来，给我磨磨。跟在他身边，那岂不是逃不了了？本将军姓晋，名州，你记住了？晋州，那不是我御赐的夫君吗？今天是我们成亲的日子，怎么他也逃婚了？他这和传闻中长得也不一样啊。他既然也逃婚了，定是因为看不上我，我还是得找机会跑。把这些回了，剩下的抄写一遍。将军，这不好吧？都是男人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就睡旁边小床上，方便本将军使唤。军营里处处容易露馅，住在他帐里反倒好掩护。至于洗澡，一回生二回熟。楚钦，你将军，这水不脏，我想着别浪费。一会儿你出来，我有事吩咐。是。糟了，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楚钦，快点！马上。等等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将军。那这血迹从何而来？其实刚才我不小心受了点伤。你早说就是了，哪里受伤了？我给你看看。没事，就一点点伤，已经结痂了。刚受伤就结痂，你什么体质？
行了，赶紧出来干活。再不走，早晚要露馅。在这军营里，我必须得想办法逃了。楚清，你在干嘛？娘，楚谦，你醒了，来喝药。昨晚你高烧不退，差点被老大扔在镇上。不过这不是最要紧的。我带军医过来的时候，你正死死抱着老大叫娘呢。你病了，力气倒挺大。我和军医2个人愣是没把你拉开。我抱着晋将军叫娘？可不是嘛，你不知道昨晚将军的脸色有多黑。我听说他现在正在外面磨刀呢，估摸着正琢磨怎么收拾你。哈哈哈哈哈！逗你的，傻小子！将军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，你病了好好休息就是，今日不用伺候将军了。谢谢秦大哥。怎么脸色那么白，还在发烧？将军，我没事了，烧已经退了。昨晚我到底都干了什么？总觉得哪里不对。过来，到我床上来睡。将军，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你若半夜又发烧怎么办？2个人挤一挤，暖和一点。快点过来！愣着干什么？进来。军营之中没那么多繁文缛节，2个男人同被而眠也无可厚非。楚清，你怎么锻炼的？瘦得跟猴似的。我自幼体弱，一直读书，没习过武。哦，成亲了吗？没有。男儿当成家立业，你也该成亲了。那将军你呢？也该婚配了。成亲倒是成了，陛下亲自赐婚，荣光无限。只是女方我并未见过。成亲了还未见过？本来就从未见过，又没有感情。我一介武夫，如何与书香门第家的温婉小姐相处？倒不如先避开一阵子，让她松快一些。行了，睡吧。原来他是这么想的。看什么？还不快睡！心跳怎么这么快？根本停不下来。什么东西？完了，那是……瞧你这没精打采的，昨晚做贼去了，喝口热茶醒醒神。
我去续点热水。阿郎，你最近有没有那个？哪个啊，将军？就是那个。将军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最近本将军有些心浮气躁，尤其每天早上起来，你懂的。哦，不行，脏，就自己憋着呗。哼，算他晋州还蛮洁身自好。你会对男人有那种感觉吗？将军，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呸！粗枝大叶的，你也配？他没看上秦朗，总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难怪他成亲当日要逃婚，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。我说留下迟早出事，若被发现是女子，更是死罪一条。你又在发什么疯？过来倒茶。巡逻队每2个时辰换班，亥时和昼时之间有短暂的空档，只要躲过晋州的耳目，就能跑。行，楚兄弟，你要的烈酒，悠着点喝，这酒烈得很，就算是头牛，喝完这一壶也得醉死过去。今晚只要灌倒他，我就能走。好端端的，怎么要喝酒？将军，属下心情不好，能不能陪属下喝几杯？怎么了？其实我有个意中人，是位贤良淑惠的大家闺秀，只是他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我才伤心离开都城的。至少得让他知道我喜欢的是女人，别打我的主意。为情所伤，那是该借酒消愁。等明日酒醒了，烦心事便烟消云散了。来，将军，我心里难受，喝不下。难受就喝酒啊，咱们一醉方休。男子汉就要有千杯不倒的豪气。豪气你大爷！将军，喝。完了，我这酒量怎么可能灌得倒他？来，感情深一口闷，说出来就好了。喝。坏了，灌他不成，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我跟你说，皇上就是一个不长眼、乱点什么鸳鸯谱，害死人了！完了，这可是大不敬之罪，若是晋州听清了，我的脑袋算是保不住了。晋哥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将军日理万机，哪有空陪你啊？那我就在他营帐里等着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在晋哥哥的帐子里？他这模样，就差把我是女娇娥写在脸上了。他是谁？云姑娘，他是伺候将军的文书，叫楚钦。
营地都是老爷们儿的地方，你就别凑热闹了，赶紧回京城去吧。老爷们儿的地方，凭什么他能在？楚谦在，怎么了？都是男人啊。云姑娘喝茶，您先歇着。秦大哥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躲什么？这纪云溪姑娘是纪老将军的爱女，自小与我们将军青梅竹马，她一直喜欢将军，性格骄纵了些，将军也都由着她。秦大哥，将军他是不是因为喜欢纪云溪姑娘才逃婚的？那倒不是，将军只把云姑娘当妹妹。不过，你竟然知道将军逃婚的事。靖哥哥，怎么了？他是谁？为什么在你帐子里？楚谦是我的文书先生，怎么了？文书先生，靖哥哥，你是不是眼神不好？云姑娘，我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！你说，你撒开！胡闹！都撒开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一男一群团在一起打架，撕衣服揪头发，把地痞流氓的习性学了个遍，成何体统？纪云溪，你现在就回京城去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楚钦，去把书架上的兵法抄10遍。对啊，我正好能以得罪了明家小姐为由，名正言顺地求她把我逐出军营。将军，楚谦，你怎的如此娇弱？像你长得这么精致的男人也不多见，眉眼细腻，唇红齿白，若不是性子坚韧，我真要以为你是女子了。将军，我惹了纪云溪小姐罪大恶极，将军还是把我逐出军营吧。说什么胡话？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把你逐出军营？可纪云溪小姐不是您最亲近的人吗？军营里能识文断道的人不多，你走了，谁给本将军干活？可纪云溪小姐生气了，将军不要去哄她开心吗？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女人。果然不喜欢女人，若她知道我是个冒牌货，定会杀了我。手腕疼。将军，已经不疼了。将军是不疼，疼的是你的手腕。可惜他不喜欢女人。将军是不疼，疼的是你的手腕。莫非这就是喜欢吗？可他喜欢的是楚天。果然很软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我睡着时也能感应到周遭的任何响动。
从你走过来时，本将军就已经醒了。将军，楚琴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我楚琴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他说让我跟着他，可我其实是个女人。现在是后半夜，他们都喝了酒，正是逃跑的好时机。我若走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还是得走。逃婚一遭，遇到了自己的新婚夫君，再逃一遭，又回到了这里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回来了。萧小姐，你还知道回来，夏初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。夫人天天以泪洗面，到处派人去找。小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吗？我回来了。小姐，你瘦的都没人要了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！奴婢去通禀老爷夫人，给您烧水沐浴。不知道晋将军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小姐，不好了，将军府来人了。来的是谁？来干什么的？不知道，人在前厅呢。他不是来抓我的吧？退婚。他果然还是要退婚。也是，他本就不喜欢女人。谁？是我家小姐，秦将军不必惊慌。小姐，别怕，快过来。柏叔，我不过去了。秦大哥，好久不见。你，楚谦，你竟然是女的！你怎么在这里？将军，金大哥，秦冷，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楚秦，晋将军，这是我家小姐段慈怡。晋将军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哎呀，白管家，让我大哥跟段姑娘好好聊聊。我看这亲也退不了了，你快去跟段老爷说一声。你为什么要走？将军，如你所见，我是个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你说过你不喜欢女人。
将军喜欢的是书生楚谦，不是段家小姐段慈怡。我女扮男装是我不对，将军若想责罚，那就罚吧。可我不愿将军违背自己的心意，娶一个根本不喜欢的女人。我同意退婚，我们有缘无分，祝你早日找到你喜欢的人。段慈怡，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本将军都怀疑自己是否有龙阳之好了。我说不喜欢女人，是指不喜欢纪云熙那个女人，不是所有的女人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本将军都喜欢。原来他不是不喜欢女人。你知不知道你不告而别，让本将军找了多久？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煎熬？本打算今日退了婚，就全心全意去找你，不管找不找得到，都终生不娶。哪知你竟然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段慈怡啊，段慈怡，你真是把本将军耍得团团转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择日成婚。恭喜将军，连季老将军都差人送了厚礼来呢。是啊，听说纪云熙姑娘气得离家出走，刚出门就被老将军抓回去关禁闭了。夏初，你先去外面伺候吧，不用留在这里了。是小姐。夫君，夫人有礼了，只是不知道为夫现在该叫你段慈怡还是楚钦。不管是段慈怡还是楚钦，都是我。对，都是我的。楚先生这是睡醒就不认人了？谁是楚先生？昨夜穿着男装给我作揖的人，不是你？那也是段慈怡。哦，那夫人昨夜勾得为夫心猿意马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胡说什么？还害羞？闭嘴！夫人放心，来日方长。将军，边地急报！昨夜加急送到的，属下不敢耽搁。去书房。是。你先用膳，不必等我。好。将军，喝口茶吧。嗯。怎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急报写的怪板正的。你还懂军报？以前读书时也看过几篇公文样本。军中事务繁杂，不必操心。前线急报讲究简快准，不会用这样文绉绉的词，还有这落款位置、印泥深浅都不对。
这封文书不是原稿。将军备的回门礼比老爷小姐准备的嫁妆还要多呢。胡说！将军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去下聘第二回。多嘴。我又不是瓷做的。可摔坏了我心疼。大白天的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说实话。成了亲的人果然不一样。小婿见过岳父、岳母。将军，不，贤婿不必多礼。快坐，快坐。小心烫。婉婷自有娇气，若有不懂事的地方，还望你多担待。岳母放心，他很好。近来朝中事务可还顺累？托父亲的福，一切安好。贤婿，这道清蒸鲈鱼你尝尝。好。你还在想那封军报？那上面的行文不像前线急报。你看出来了？只看出来一点，前线报急多半简短利落，不会对这么多文绉绉的词。军中的事我会处理。我只是……慈姨，今日回门，不谈军务。生气了？没有。那就是有。将军多虑了。印泥压痕很实，像是先盖上去的。可这正文排布疏密不一，几处语句也和军中旧例对不上。印是真的，可内容被人换过。让我帮你吧。帮什么？帮你把这些文书都理一遍。既然那封急报有问题，最近送来的东西就都该查。不必。为何不必？我既看出了第一封，自然也能继续看。你看这几份落款格式都不一样，若真是同一套军人文书，绝不会乱成这样。慈姨，这不是女儿家该操心的事。女儿家？军中之事牵连太多，查不好便有危险。你刚成婚，不必卷进来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如今成了将军夫人，就只能在后院绣花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从前在你身边抄文书理军报的时候，你可没觉得我会添乱。从前是从前。怎么，楚清能帮你，如今段慈贤就不行了？不是不行，是我不想你有事。我若真想做点什么，你拦得住吗？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跟将军吵架了？没有，脸都气红了，还说没有？夏初，你说一个人嘴上说着为你好，心里却根本不信你，这算什么？那将军是不信小姐？他不是不信，是压根不肯让我碰。许是将军怕小姐受委屈。我最讨厌别人把我当瓷娃娃。我像是只会绣花的人吗？不像。那就是了。他不让我看，我偏要看。
同一套军令，抬头、槊款、正文书密，乃至印章压的位置，都该有规矩。若乱了，便不是巧合。不是正文写好再用印，是先盖了真印再改的内容。能碰到将军印信，还能换掉军令内容，这人一定离荆州很近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你先看这个，这2份军令用的是同一枚真印，可正文末尾的压痕不一样。若是写完再盖印，墨痕和印泥该一气呵成。可这份是先盖了印，又改了文，也就是说，有人拿了真印伪造了假令。现在你总该知道，我不是在胡闹了吧？你是怎么查出来的？你别管我怎么查出来的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我能不能继续帮你。这事比我想的还麻烦。你以后再偷进书房，记得把门关严。既然你非要管，那就从明日开始，跟我一起查。只是能拿到真印的人，只怕就在我身边。小姐，就是她，明姑娘。你别误会，我可不是来给你道喜的。巧了，我也没打算谢你。这是我爹让我送来的贺礼，若不是他非逼我来，我才不进你们将军府的门。哦，那你现在也送到了，可以回了。哎呦，2位祖宗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谁要跟他好好说？巧了，我也没这个兴致。云姑娘，好歹坐下喝口茶再走，不然老将军回头得以为是我把你撵出去的。你别以为嫁给了靖哥哥就真能拴住他。我若真想拴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喝茶，喝茶。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得意样子。你知不知道，靖哥哥身边原本还有个宠妾？哦，那又如何？如何？我当初一眼就看出来那小子不对劲，贼眉鼠眼，鬼鬼祟祟，半夜还敢在营里乱跑。半夜乱跑？就在你们成婚前后那几日，我去西郊营地找靖哥哥，亲眼看见一个陌生文书模样的人从文书房后头溜出来，看见我还故意低头躲着走。有这事儿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若不是后来我被拦着进不了营，我早把那人揪出来了。你可看清他的样子了？没看清正脸，只记得个子不高，走路有点板，袖口还蹭了一块黑灰。文书房后头，那地方平日没几个人会去，所以我才说那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成婚前后，陌生文书，半夜出入文书房。睡觉，季云熙的话未必全都可信。他人是任性，可这种事上没必要撒谎。就算他说的是真的，也不必你去查。为什么不必？因为太危险。可现在唯一的线索就在军营。你如今是将军夫人，不是主亲。正因为我是将军夫人，才更该帮你。段慈一，晋州，你若只想把我锁在后宅，那你娶的是个摆设，不是我。那地方我最熟，我知道文书怎么走，知道谁会起疑，知道从哪儿看账最不扎眼。你若换别人去，只会打草惊蛇。可你一旦露馅，那就不露馅。我不是一时意气，我想帮你，也能帮你。站住！
你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？是。你若真敢回营，就必须在我眼皮子底下。你答应了？我只是不想你背着我胡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段思怡，你最好别后悔。后悔的该是那群做假令的人。楚琴，别回来了。秦大哥，这份军报，将军让我来取旧档。声音再低一点，走路别太快，别总拿你那双眼睛乱瞟。知道了。还有，不准离开我视线太久，不准单独去偏僻地方，不准逞强。将军，你这哪是让我回营查事，你这是养了只风筝，还怕线断了。你若真是风筝，我便把线攥得更紧些。放心吧，我比你想的机灵。我最怕的就是你这份机灵。如何，像不像？像，可惜太好看了，还是照演。那也没办法。将军，属下去了。楚先生，别让我后悔答应。我的娘哎！你也想叫娘？不敢不敢，像，太像了。就是这身份变得也太快了，昨儿还是将军夫人，今儿又成楚先生了。秦大哥，小点声。放心，我嘴最严。你，看什么看？这是将军新召回来的旧文书，之前病退，如今又招回来干活了。原来如此。见过几位兄弟？绕了一圈，绕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老周头病着，账房那边又忙不过来。将军说了，让楚谦先把旧档理一理。楚谦，是我。你不是早前跟着将军走了吗？走什么走？病了一场，绕一圈又回来了。将军身边离得了他？哦，你先看印信借用簿和旧军令交接册，我去外头替你盯着点。好。这里被改过，这里也对不上。哎呦，你走路不长眼。多谢。怎么了？我瞧着他有点眼熟。军里人来人往，眼熟也不稀奇。不对呀，楚先生，你不是早就走了吗？真是你，楚先生，你不是病退回乡了吗？是回去养了些日子。那怎么又回来了？问这么多做什么？
将军身边缺个识字的，抓回来继续干活，不行啊？我这不是瞧着稀奇吗？稀奇什么？楚先生命大，兜一圈又回来了。你要是也能写2笔字儿，将军也抓你。原来如此，楚先生，你这病一场，倒像是更瘦了。命还在就行。走。瞧见没有，我这嘴关键时候还是靠得住的。若方才慢一步，我就要露馅了。所以你得快，真查出东西来，也好早点把你这楚先生的戏唱完。赐婚将军刘岩，户部。不是假军令这么简单，有人从赐婚之前就开始做局了。查到什么了？将军，刘岩赐婚户部。户部，我爹就在户部任职。若这几处字是一封完整书信的一部分，那你从前那些克妻凶煞的流言，恐怕不是巧合，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。他们先散播流言，再借赐婚推着我们成婚。可若只是为了坏你名声，何必还要偷换军令？说明他们图的从来不止婚事。这封残信藏在文书房夹层里，烧成这样都没扔掉，说明写信的人怕他被人看见，也说明有人一直在找他。把他放回去。你想引蛇出洞？既然他在找，我们不如等他自己来拿。今晚你不许单独行动。知道。这不是商量。将军放心，我如今比谁都惜命。我不是怕你惜命，我是怕你胆大。拿下！拿下！别让他跑了！跟紧我！前头堵住，别让他翻马叫！他对营地路熟得很，所以更不能让他走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你认的？像是旧式凭借，军中的，不全像军中的。方才他逃得那么急，还紧攥着残信不放，这东西多半是贴身带着的。那就说明这人身份不低，至少能接触到这些老物件。回营再说。
这玩意儿看着有些年头了。难怪我觉得眼熟。等等，我小时候好像在我爹书房见过类似的纹样。段大人的书房。这是段府旧印。这纹样我小时候在爹爹书房见过，虽然旧了些，可样式很像段府早年用过的旧印。段大人，不会吧？这事怎么还绕到段家头上去了？不是段家的家印，更像是段大人早年在户部经手公文时接触过的旧式凭记。我爹只是个小官，怎会和这种东西扯上关系？正因如此，才更要问清楚。若真牵连到段家，先查再慌。那我现在就去备马，不必惊动太多人。明日一早回段府。这东西既然落在那人身上，就说明段家多半不是源头，而是旧案里的一个环节。爹，您认得他吗？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得来的？昨夜，军中有人潜入文书房偷信，逃走时掉下的。老爷，这不是段府家印，是早年户部一批军需调拨所用的旧式凭记。军需调拨？那是好几年前的旧事了。那批凭记只在内部流转，我不过是负责核弹的小官。后来有一部分凭记莫名遗失，账面又对不上，上头却压着不许审查，只让我们草草结案。为何不许审查？牵扯到谁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那时我若继续追下去，丢的就不是官帽，而是命。爹，那您当时可曾留下什么底当？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瞒什么？当年我不甘心，私下誊了一册备份账目，藏在旧库房里。若那册子还在，兴许能对上这枚凭记的来路。带我们去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这库房平日根本没人进。不见了，不见了！什么不见了？那册账，我缠下来的那册旧账不见了。有人抢先一步来过，而且来的不久。那岂不是说府里一直被人盯着？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过那册账还在段府，都是因为我。若不是我非要查，这把火也不会烧到段家。不是因为你查了才牵连段家，是从一开始就有人盯着段家。可那册账偏偏这时候丢了，恰恰说明我们对了方向。此意，若他们今日能进段府旧库房，便说明不论你查不查，这些人都没打算放过段家。将军说得对，那册账我藏得极隐秘，连你娘都不知具体所在。如今他一夜之间就没了，只能说明一直有人在暗中盯着段家。老爷，这府里怎么会平白进了贼？那人既能摸进旧库房，岂不是……别说了，岳父岳母不必惊慌，从现在起，我会加派人手暗中守着段府，外院、后门、旧库房一道，都不会再出岔子。将军，这样会不会太兴师动众？眼下不是顾体面的时候，先保平安。属下这就去安排，明面上不惊动旁人，暗里多添几拨人手，保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是，老奴也会让府里上下都警醒些。贤婿，此事怕是要劳你费心了。段家既是慈姨的娘家，如今也是我的家，谁敢动这里，便是在动我。账册虽丢了，但有些事我还记得。当年那批丢失的凭证，原本是用来核对军需调拨的，
粮草、甲兽、药材，每一笔走向都得凭证过手。也就是说，若有人拿到了那批凭证，就能在账面上做手脚，借着军需之名，把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挪出去。军需若被挪用，前线必出纰漏，正是如此。可当年一查到一半，上头就压了下来，只说让我闭嘴。那时我官小言轻，不敢再深挖，只能暗中登了一册账目，想着总有一日或许能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本以为此事早就尘封了，没想到如今又被翻了出来。爹，除了那册账，您还记得什么人经手过那批凭记吗？那几年户部往来杂乱，我只记得有人借将军成婚的事在京中放过一阵子风声，说什么镇国将军克妻，哪家女儿嫁过去都活不过洞房夜。所以那些流言真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。我当时只当是闲言碎语，如今想来，未必没有人借流言演别的事。他们一面动军需，一面坏我名声，再借赐婚把段家拖进来。这样一来，若真出事，段家和你都会被推出来顶罪。还不睡？睡不着。先喝点。若不是我非要查，这些事也许还压在暗处，不会这么快进段家。你错了。我没错吗？不是你查了，他们才盯上段家，是他们本就盯着段家，也盯着我。可我爹娘什么都不知道，若真因我出了什么事……婉婷，看着我。段家如今是我的岳家，也是我的家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扛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想查，我陪你查。你怕段家出事，我替你护着。只要我还站着，就没人能动段家分毫。你总这么说，因为我做得到。所以别再一个人胡思乱想。前后门各加2班，屋井上也留人。是。有刺客！写了什么？秦朗，你带人去查送剑的人，从昨夜子时起，将军府四周出入人等，一个都不要漏。是。段府那边再添2班暗卫，尤其旧库房和后门。明白。我也去。不行。对方点名拿段家威胁，分明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我若不去，正因为冲着你来，你更不能去。可我总得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。我要什么都行，唯独不要你冒险。可这是我的事，也是段家的事。如今也是我的事。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不准离开将军府半步。将军，这是查案，还是看犯人？那什么，我先去办差。你总说怕我出事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不是只能躲在你身后的人？我知道你聪明，也知道你能干，可聪明能干，不代表每一次都该你冲在前头。那我算什么？从前楚谦能跟你进军营、查文书、设局抓人，如今成了段慈仪，反倒只能待在后宅等消息。从前你是一个人胡来，如今你是我夫人，夫人就一定得被关起来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我并肩，真到了危险跟前，你却只想把我推开。我不是推开你，我是在护你。可我要的不只是被护着。总之，这回不行。婉婷，别逼我让人守着你。
字条纸面粗糙，带着股潮霉味儿，剑羽边缘还蹭了点靛青粉，像是城南旧仓那边存军部留下的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出去一趟。将军早有交代，不让您，所以才不能让他知道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怎么还……下出。对方既然把箭射进将军府，就是在逼我慌。可他们越急，越说明我离真相很近了。那也不能您一个人去啊。我会小心。若1个时辰后我还没回来，你就去告诉将军，城南旧仓。出来吧。果然在这儿。段小姐，胆子果然不小。还是说，该叫你楚先生？段小姐果然聪明，一张字条就把你引来了。你既点名要见我，总得让我知道你图什么。很简单，把你手里的残信交出来，再告诉我，你爹当年还留了什么。你倒是看得起我。段大人的账册虽丢了，可你和晋州查得太快了，我若不先下手，岂不是要被你们顺藤摸光？既然你这么怕，说明那批军需和假军令果然都是你们做的。你不必套我的话。那你何必遮遮掩掩？敢用我段家做饵，难道还不敢露脸？你只需知道，你爹当年不识相，你如今也一样。你在磨蹭什么？我在想，若我今日死在这儿，你猜晋州会不会把京城掀翻了找你？那也得他找得到你，别再拖延。残信呢？在我身上。拿出来。你先告诉我，你背后的人是谁？司仪，将军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刚入夜没多久，小姐不让我说，可她说若1个时辰后他还没回来，就让我告诉将军。说。城南旧仓。西岭。将军，小姐她是不是……关好门，哪儿也别去。城南旧仓不止一间，人若藏在里头，不好找。是剑羽上的靛青粉。这是他留下的。你带2人绕后，其余人守住左右窗，听我信号，再动。是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残信在哪儿？你猜。司仪，快查青宁！人在这儿。还跑！放开我！回头再跟你算账。
先审他。说，谁让你偷换军令散播流言的？我不过是个跑腿的。账册也是你偷的。是又如何？你背后的人是谁？你们以为抓到我就结束了吗？真正做局的人还在京里。招了，那人本就是替人跑腿的，负责偷换军令、散布流言，盯着段家和将军府的动静。军需呢？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那批被挪走的物资，大半都经了贾军令的手，进了城南几个私仓。至少能证明我爹当年不是监守自盗，也不是故意瞒案。账册虽丢了，但有旧凭记、残信和口供，足够把段家从旧案里摘出来。就是那狗东西嘴硬得很，只肯说背后的人还在京里，在网上，死活不张嘴。那真正做局的人，藏得再深，也总会露尾巴。眼下先洗清段家，收住这一局，剩下的我来查。那我这就把东西送出去。去，嫂，楚先生这回立了大功啊！快去！这下能安心了。有一点，剩下那一点，我再慢慢补给你。岳父、岳母，事情也有结果。如何？那批旧凭记确实被人盗用，段家并非源头。您当年经手旧案的疑点，也可借这份口供洗清。也就是说，这许多年压在我头上的旧事，终于能说清了。是。菩萨保佑。娘，没事了。贤婿，此番若不是你，岳父言重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慈姨嫁给你，我这回是真放心了。奴婢早说了，将军最护着小姐了。没规矩。你又来做什么？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来找你和好的。那你是来找我吵架的？我才没那么闲。这个给你。什么？赔礼？你别多想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说我输不起。你不是一会儿做段慈姨，一会儿做楚亲吗？这个带着都不丢人。你这赔礼，嘴比理硬。哼。反正靖哥哥如今眼里也只有你，我懒得跟你争。哎呀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。闭嘴！行，我不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往后我该叫你嫂夫人还是楚先生？随你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，哪个叫着更顺口。这里，你当初就是从这儿跑的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我当然记得。那一晚你从这里走，我从营里找不到你，才知道有些人若一味想护在身后，是会护丢的。从前我总想着你是我的夫人，我该替你挡风挡雨，后来才明白，真把你藏起来，你第一个就不肯。那是自然。我若只会躲在你身后，当初也不会翻窗逃婚，更不会混进军营当你的文书。是。所以我今日带你来，是想亲口告诉你。你还留着？以后，你想做段慈姨，还是楚亲？我都要。好，那你既是我的夫人，也是我的楚先生。